晚饭过后，包括于府在内，三人坐在客厅说是闲聊，其实也算是开了个会。好，手机这块，你愿意参与进来吗？于叔，您目光长远，那您觉是中美之间的关系未来会怎么样？他不答反问，倒是让于伐科一怔，说手机呢？你提两国关系干啥？于父眉头也皱了起来，不过片刻就舒展开来。你是担心两国关系恶化，高科技产业会受到影响？叔，咱老祖宗有句话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，我们国家的崛起是必然的。作为全球的霸主，老美肯定是不希望有某个国家来威胁到自己的霸主地位，所以两国关系的恶化也是必然。这跟咱造手机有啥关系？关系大了，荷兰、日韩都是狗腿子，肯定是以老美马首是瞻，到时一纸禁令，我们连组装的芯片都没有。有这么严重？或许比我想的还要更严重些。那你的意思是什么？要做，我们就要想办法打通属于自己的原材料产业链，要有自己的光刻机，要有自己的芯片，甚至是有自己的运行系统。于伐科张大嘴，一脸的看怪物表情。于父倒是还算平静，只是眉头微微的皱了起来。谈何容易？许久，于父一声长叹，当然不容易。先别说要绕过对方已经注册的专利另辟蹊径，就是投入的资金必然是海量的，更主要的是投入还不一定就有回报。但林浩这下有点一根筋，主要还是想到了曾经国家有一段时间的困难局面。妈的，现在06年，花15年时间，我就不相信弄不出来。等老子弄出来，以国家低廉的人工成本，老子能把芯片卖出白菜价，到时候看你们这帮人还怎么和自己玩。叔，就是因为难，所以我们才要做，或者换一种方式来说，就是因为难，所以没人愿意去做。一旦我们成功，那就是独一份的存在。现在国际局势平稳，但我们还是要有居安思危之心，否则我觉得那手机工厂不做也罢，纯粹就是组装生产线，毫无技术含量。于父再度沉默，于伐科倒是被说得有些跃跃欲试，但此刻他还是等着自己父亲开口。好，你说实话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发展这块？叔，原因我说得很明白，一旦西方对我们制裁，那我们就只剩下卖工厂一条路走，到时他们肯定会疯狂的压价。还有一点，叔，我和阿珂还很年轻，未来的局势谁也说不清，我们要保护好自己，要保护好这个家，手中必须要有王牌。一旦我们攻克下这些难关，将真正的科技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那么我跟阿珂就能立于不败之地。这种说法比较自私，但我和您也没啥藏着掖着的，所以说是为了国家怎么样的，我就不说了。于父愕然地看着他，这一刻他才真切地意识到，林浩的眼光比自己还要远，那种危机感比自己还要强烈。没错，一旦自己攻克了光刻机和芯片技术，只要咱还是一颗红心的话，那么就没人会动自己。好，那我们就干。你打算投多少？我跟阿珂不必分主次，要我入股，我想还是21天做5，我们各占50%的股份。不过我的钱要到明年8、9月份才能陆续到位。于父伸了个懒腰，我也歇得够久了，这个新公司就由我来担任总经理。好，你来担任董事长，阿珂负责家里的产业，那块他还放不下。叔，咱是不是反了？没反，你也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过于干涉研发的。手机的研究，光刻机和芯片也得攻关，咱要以战养战，而不是纯粹的投入。对，叔，咱俩想一块去了。这一晚聊的时间比较长，一直到夜里2点多，于伐科实在撑不住，三人才结束。林浩也记录了好几页纸，这些不少后期要整理出来，作为新公司的章程的。第2天除了签合同就是休息，第3天是小阿明的满月酒，又是搭戏台，又是流水席，办得非常热闹。于父送的是一块和田玉的平安符，温润洁白，一看就达到了阳之极。于伐科比较俗，直接送了一个2公斤的金娃娃。大玉不知从哪淘换到一个老物件银锁，别看银的不值什么钱，但这可是古董。叶总包括乾坤，他们都知道林浩肯定不会收现金里，所以也都买的东西，有送桃木挂饰的，还有送玩具小车的，甭管用不用得上，但价格肯定都不低。这次的满月酒，所有的开支都是零平的。原本林浩就说自己这个叔叔就不准备礼物，满月酒自己来办。大哥不同意，林浩想了想，直接开了个单独的存折，往里面存了100万，算是自己小侄子以后的教育和泡妞基金。林安国也在满月的当天晚上宣布，他手头上养殖场的5成股份返还林浩1成，剩下的4成以后全部由第3代的孩子们继承，不管男丁女丁，大家平均分配。这些其实都无所谓，包括夏蓉和陈雪在内，也没把这一块当什么。现在不同之前，就是大哥家里也能随便拿出个1000来万，还有市里一个单元楼的房产，真的不差钱。至于林浩有多少钱，别说陈雪闹不清，林浩自己现在也算不清了。1月9日，离过年还有40天的样子，一行人出发往龙虎山。这次去的人不少，大哥一家没法跟着，
但林浩还是把苗苗给带上了，让小丫头沾沾仙气。陈家也算是全家出动，就连陈东家的2个孩子也带着一起，再就是于家父子俩，还有老太太跟阿和。省城机场，林浩在交代阿雪，老爹不一定能时时看着苗苗，你要多注意点。你放心吧，你大概需要几天？没错，林浩打算去龙虎山之前，先去一趟曾经的老家，那是隐藏在心底的秘密。每当他想及此，都会夜不能寐。看到曾经的自己，又该如何应对？父母这个时候都还健在的，自己又以什么样的身份面对他们？他们会承认有这么一个儿子吗？如何劝他们保持定期的体检？种种的想法，也是他迟迟没敢踏出这一步的原因。大概4、5天，顺利的话，兴许还会短一些。阿浩，到底是啥事？去拜访一个老友，曾经的同学。林浩随口应付了一句，抬手看了一眼表，你们差不多该登机了。又把淼淼抱起来。淼淼乖，要听阿公和小沈的话。小叔，我们要坐飞机吗？能在天上飞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在飞机上你要听话好不好？淼淼最听话了。在小丫头的脸颊上亲了一口，这才将其放下。陈雪拉着她开始过安检。她快速的来到村口，刚好碰到一个小老头。按说这个村所有的人她都能认识，但眼前的小老头她就很陌生。老人家，请问这里是不是老林庄？老头看了他一眼，这是李维。那你知道这边上有个叫老林庄的村子吗？林浩说着便掏出香烟。老头接过一支香烟，这才停下脚。没有，这附近没有姓林的呀，你估计是摸错地方了。林浩心中再度一颤，他不可能摸错地方。谢过小老头，他又不死心的往村中走。刚好有一个女人路过这里，林浩保持一点距离问道：大姐，请问这里一直都是谷场吗？你不是我们村的吧？对，我来走亲戚，结果估计是摸错了村子。我亲戚说家在河沟的边上，我就跑这来了。刚打电话他也没接。那你肯定跑错了，从大集体开始，这里就是晒谷场。那请问这里有姓林的吗？女人想想摇了摇头，没听说过。林浩道了谢后，他长叹一声，也渐渐接受了现实。或许这就是冥冥中的天意吧，这个世界根本不可能出现2个灵魂完全一样的人。